大家好，欢迎来到师承法坛。如果一个人已经醉到没办法清楚表达意愿，法律会不会把这当成默认同意？就在23号，一马来西亚籍冷气承包商被判11年半监禁加9下鞭刑。今天我们就用这宗案件来聊聊这起发生在办公室聚餐后的性侵案背后新加坡法律到底有多严格，而鞭刑又是怎么一回事。先把案情放回时间线里，你会更明白这宗案子为什么这么有警示意义。39岁的新加坡籍女事主是一名项目经理。2023年1月13日，她应一家室内设计公司老板邀请，参加在办公室举行的公司聚餐。被告则是负责该办公室冷气维修的分包商，也同样受邀出席。聚餐期间，众人一边吃喝一边助兴，被告和女事主都喝了啤酒和葡萄酒，最后双双醉倒。到了隔天凌晨，女事主因醉酒，有几名女员工搀扶到办公室1楼洗手间附近休息，现场还为她铺了毛毯和枕头让她睡下。聚餐大约在凌晨1点30分结束。期间虽然有人提出送被告回家，但她拒绝了，并表示会先在办公室休息，之后再自行开车离开。随后她上到2楼阁楼睡觉。事情真正转向刑事重罪是在大约凌晨3点，被告起身下楼上厕所时，经过仍在熟睡的女事主，之后他躺到女事主身旁，多次非礼并强奸了她，约40分钟后才离开现场。女事主醒来后，尝试使用办公室电话求助，并在清晨约5点向室内设计公司老板发简讯，表示自己遭到性侵。老板随后查看办公室闭路电视画面，发现了被告犯案经过，并把相关截图发给女事主。女事主之后报警，被告被逮捕并还押。从法律角度看，新加坡刑事法典第375条对强奸罪有明确界定，强奸罪可判处最长20年监禁，并可附加罚款或鞭刑。若涉及加重情节，如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或令其恐惧死亡，刑期最高可达20年，并强制附加至少12下鞭刑。非礼罪则依据第354条，最高可处3年监禁、罚款、鞭刑或3者并用。放回本案，控方着重强调了被告的几项加重情节。其一，受害者当时完全处于醉酒昏睡状态，毫无防御能力，被告利用了这一脆弱性。其二，被告未使用安全套，使受害者暴露于意外怀孕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双重风险之下。其三，被告并非临时起意到毫无思考空间，而是从2楼阁楼起身下到1楼，途中上厕所，再躺到受害者身边，整个过程有充分时间让他停下，但他选择继续。基于这些因素，控方向法庭提出了11年3个月至11年9个月监禁，外加9下鞭刑的量刑建议。说到这里，有必要详细科普一下新加坡的鞭刑制度，因为很多人对它的理解还停留在很表面的印象。新加坡鞭刑仅适用于18至50岁的男性罪犯，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判处鞭刑。受刑人的健康状况需经评估，若医生认为其无法承受鞭刑，可暂缓或减免执行。新加坡刑法允许对至少40种罪名施加鞭刑，包括性侵、毒品走私、抢劫、诈骗、腐败等，单次审判中最高可判24下。鞭刑所用的刑具是特制的藤条，长约1.2米，直径不超过1.27厘米，取材于10年至15年生的野生藤条，韧性极佳。行刑前，藤条需在清水中浸泡1整夜，使其充分吸水软化。监狱局官方解释称，干燥的藤条在抽打时容易断裂，断裂后的毛刺会扎入皮肉，造成额外伤害，因此浸泡是出于安全和卫生考量，并非坊间传闻的所谓药水浸泡来增加痛感。行刑过程由监狱署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执行，犯人被固定在特制架子上，裸露臀部，行刑官站在侧旁，以最大力气挥动藤鞭。每打完一鞭，在场医生都会立即检查，若发现受刑者身体已不堪承受下一鞭，则会马上停止，待3个月后再继续执行未完成的部分。这意味着9下鞭刑未必会在一次内全部完成，但每一鞭都足以造成严重创伤，并留下长期甚至终身的疤痕。对于很多受刑人来说，这不只是肉体惩罚，也是极强的心理震慑。对于性犯罪者，新加坡司法系统一贯秉持零容忍态度，
官方曾明确表示，对任何侵犯社区人身安全、基于毫无防备受害者的性犯罪者，都会依法严惩。9下鞭刑既是对被告个体的惩戒，也是在向整个社会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别人失去反抗能力，不是机会，而是红线。但如果我们只停在新加坡处罚很重，其实还没抓到重点。更重要的是，这宗案子对普通人有什么现实提醒？对个人来说，参加公司聚餐后，不要默认熟人环境就安全。看到同事或朋友已经醉得厉害，重点不是继续起哄，而是确认他能安全离开，不要被单独留在封闭空间。对公司来说，如果活动涉及饮酒，最好有更明确的结束安排、送返机制和负责人。对身边人来说，一旦出事，尽快求助、报警，保存通讯记录和相关证据，比事后在群里反复猜更有用。回望本案，有几个层面值得深思。其一，法律不会以醉酒作为开脱罪责的借口。被告本人同样饮酒过量，但醉酒状态属于自限行为，任何人在选择饮酒时，急需对酒后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这是刑法的基本逻辑。其二，闭路电视监控在本案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客观还原了犯罪过程，使被告无法狡辩，也彰显了现代技术对司法公正的支撑。但更令人唏嘘的是，受害者是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遭遇侵害，醒来后只能依靠模糊直觉和监控画面才确认了事实。这种无力感和恐惧感是任何刑罚都难以完全抚平的。其三，新加坡对性犯罪的严苛惩处固然体现了对人身权利的高度重视，但也提醒每一个身处这片法治土壤上的人，法律不仅保护受害者，也以明确且可预见的后果约束每一个人，越界者必将付出沉重代价。而这个代价在本案里非常具体，被告将在监狱中度过11年半的漫长岁月，出狱时已接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酒道鞭痕也将长期伴随。他因为一念之差，毁掉了受害者对安全的信赖，也毁掉了自己原本安稳的人生。对受害者来说，伤害更不是一句判了就能抹平。一个人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遭遇侵害，醒来后还要靠模糊直觉和监控去确认发生了什么，那种失控感和恐惧感远不是外人几句评论能概括的。所以这起案件不应只是一则茶余饭后的谈资，它是一次关于边界、责任与法律威慑力的现实教育。无论身处何地，尊重他人的身体自主权都是不容逾越的底线，而一旦逾越，法律便会以最清晰的姿态给出回答。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人都能从中记住一句最硬的规则：没有清楚、自由、真实的同意，就不要碰。如果你看到这里，欢迎在评论区留一句你的判断。公众最容易误解的是同意的定义，还是喝醉不能免责这件事？如果你想继续看这种基于新加坡判例和法条的理性拆解，记得订阅频道。接下来我会继续用本地案例，把那些看起来离自己很远，其实每天都可能碰到的法律边界讲清楚。